我乃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杰，还有不怕死的要上的吗？上！好快的速度！雷家的火灼之术，难怪。上！黄连，你竟然还能活着从里面走出来！怎么样？这功夫我也是刚练成不久，还不够熟练。不过现在好了，打他们10个8个的不是问题。哼，火灼之术乃是燃烧自己心中之火，短暂获得神力之术。你的心柴又能燃烧多久呢？哼！打你们这些不人不鬼的家伙，足够。好大的口气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居然是这种邪术！邪术？什么邪术？你看，怎么了？你觉得有什么异样吗？好大的月亮，倒是像纸糊的一般。今天是22，天空中本应是一轮下弦月，怎么会出现满月？那师兄的意思是，这是孤虚之术。所谓的孤虚之术，就是一种邪门的阵法。在孤虚阵中的人，仿佛都进入了梦境一般。接下来你可就要小心了。在这孤虚之中，一切皆为虚幻，但是一切又皆可为实。师兄，你说的什么？我不太懂。小心！师兄，击中了！师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孤虚之中，无数杀机藏在其中。你所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放弃你的眼睛，用耳朵去听。放弃眼睛？听声辨位是血月城的必修课程。你且听好了：天地若大，风无处不在。孤虚之中最大的弱点，便是能隔绝外在的一切声音。所以，在孤虚之中，你只需要仔细聆听。当你身边的风被撕裂的时候，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。听风。击中了！天赋异禀啊！毕竟呢，也是从小习武，这听觉也是练习了许久的。听风辨位，仗目杀人。若是以为这样就能破了孤虚之阵，那也太天真了。
我猜的果然没错，大师兄为了见天女舞，一定要路过梅林庄。只是看这架势，他们似乎被这些人用什么阵法给困住了。难道这就是阿爹当年抵御魔教之时所遭遇的孤虚之阵？师兄，怎么那么多啊？现在该怎么办？不要慌，守住心神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只要拖住你们，等到白发仙大人回来，看你们能翻出什么花样。阿爹跟我说过，孤虚之阵靠的是阵法和破音的结合，只要动其一，便能破其阵。师兄，什么声音？是枪击之声。前面来了，你别说话，我要去寻那声音。阵破！怎么样，师兄？咱俩这配合简直天衣无缝。这就是司空姑娘吧？在下刘杰。别松懈，还没结束呢。你，哼，这个邪术已经被本姑娘给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招数，就一起使出来吧。是啊，阵破了。你们到底还是跟上来了。说实话，得罪雪月城并非我们所想。不过现在看来，连无双城和天外天都参与进来了。今日我们再不出手，恐怕就来不及了。那棺材中的事物与我们关系甚大，实在是无法放弃。这棺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？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荣华富贵；对于有些人来说，里面装的是绝世武功；对于我们来说，里面装的只是一个答案。答案13年前，别说了。13年前望一楼惨案，望一楼一夜之间惨遭灭门。只有楼主谢柳依的长子被打晕之后，留了一命。醒来之后，却失去了那晚所有的记忆。后拜入天泉老人门下，做了杀手，江湖人称明侯。知道的还不少。可惜了，这望一楼惨案本来就是一桩无头案，即便当时有线索留下，可如今13年过去，也是无迹可寻。你真就这么确信这棺材当中有你想要的答案？不过说实话，我对这棺材倒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住手！
这事越来越有意思了。诈尸了！还是个和尚，还是个活和尚。没有结巴，不是和尚。先把他带走再说。明豪，我见过你。我拜会过忘忧大师，不过大师不肯帮我。老和尚早就说过，你要的答案，不论是什么，必将成为心底之魔。忘忧大师一片苦心，在下感激。但是，知道了是心魔，不知道亦是心魔。也对。你还好吗？老和尚不愿告诉你的，吴心已经告诉你了。这是施主的劫，施主好自为之。作为报答，我们可以带大师离开这里。这是我自己的劫，你们走吧。走。无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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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师兄，无双，快过来！无双，无双剑侠，这怎么会这样？师弟他不会？师兄，师兄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我怎么跟城主交代啊？都怪我，师兄，都是我逞强，把无双师弟给害死了。我的师弟啊，师弟！啊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哦，那家伙跑太快了，我追累了就睡着了。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大师兄，你松开！你松开我！你冷静点，大师兄！我过来！冷静，过来！冷静！罢了，此人武功极高，一不小心就把你弄死，没事就好。那咱们现在干嘛？就算现在再回那美人庄，也够呛能抢到那东西了。先行撤退，从长计议吧。走。忘忧啊，你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。12年前我就说过，你迟早会因为吴心那小子遭劫，心中可
可曾后悔当年的决定？哼，你定然是不会后悔的。你曾经说过，希望在死之前能回这里看一眼。今天我就在这里祭奠你，愿你能够魂归故里吧。萧瑟，咱们师徒也该见一面了。萧瑟，要不咱们趁现在快跑吧？好啊，祝你好运。哎，那你怎么不跑啊？你有看见他的轻功吗？你觉得咱俩跑得过他吗？那我们就把他打晕了再跑。好啊，祝你成功。那打也不行，跑也不行，堂堂7尺男儿，需要在这里做人质啊！我没说不能跑，但要找一个跑了之后能生存的地方。这荒无人烟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又身负重伤，万一迷路了，咱们俩都得祭天。你这个德行啊，还真想不到你就是雷轰的弟子。你知道我师父？当然了，当年的雷门4杰之一，虽说是外门弟子，但年纪轻轻就凭借残本，还原出了早已失传的火灼之术。鼎盛之时，名声犹在如今的门主雷千虎之上。我师父很少跟我讲起关于他的事情，他总是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要么看天，要么就看花。哎，你还知道多少关于我师父的事？都跟我说说呗。据说，雷门先祖曾举行封刀挂剑的仪式，立志要摒弃这武林中最常用的2种兵器，从而专注火器研制，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，名震江湖。可你师父违背祖训，改练剑，并融合了雷门火药，打造了一柄纱布剑。剑出之时，雷声炸响，火光滔天。他凭借此剑行走江湖，名声在外。最后败在了雪月剑仙李寒一的手上，从此销声匿迹。有人说他是回了雷家堡闭关，号称不入剑仙永不出关。还有人说，他因违背祖训，被门主雷千虎逐出雷门。那些都是谣传罢了，我师父才没被逐出雷门呢。他只是不方便说就不用说了。我对雷门的隐秘不感兴趣，只要他没有被逐出雷门就好。听你的语气，你还认识我师父？不认识。那你怎么听说他的事像松了一口气的样子？他若是被逐出雷门，雪月城也好，雷家堡也罢，谁来帮他那个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还钱啊？你说来说去，你就是为了那500两银子啊！哎，不对，你刚刚说什么？还钱？不，前面那句。丢了纱布剑的傻徒弟。纱布剑？哎呦，完了！我怎么能把纱布剑给弄丢了呢？雷门不逊啊！你的伤怎么样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一运功就疼得不行。那白发仙的武功深不可测，我们能逃过一劫，已经算运气好了。是，这样说起来，还真是多亏了他呢。
相报何时了啊？况且他还只是个孩子。阿弥陀佛。你这一路到底遇到了多少事啊？竟受了这么多伤。啊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啊，无禅师傅在那儿。关于吴昕，我还有一些问题想问他。 等着。我看过一本书，上面说世上有神人。 脚踏云雾，身着白衣，引路西风，能御风千里而行，与日月同冷。说的就是他这样的吗？我也从未见过如此的轻功，真的就像御风而行一样，而且跑了那么久，也不见半分疲态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们身为人质，却在这夸赞他，你说他听到之后会作何感想？二位小友。 可不是我的人质。在下方才说了，想请二位同我去一个地方。马车上那么多人，你为何偏偏挑中我们二人？无非就是看中一个不会武功，一个身负重伤罢了。哦，身负重伤。在下不才，愿为小友效劳。你要替我疗伤？ 这一路还要靠二位多多相助，疗伤这小事，何足挂齿啊！不，这还是算了吧。小友被白发仙的真气所伤，若是一运功，两股真气再次相冲，势必会伤上加伤。在下这就帮你将那道真气逼出。世上。 竟真有如此神奇的轻功！我不会水啊！什么功夫，竟能让他人也凌波虚动？这与我无关，是他自己。没误解自己。老和尚说世间有人心有玲珑，可与自然相合，倒真没有骗我。 破！
攻城，还你了。感觉怎么样？酥酥的，麻麻的，哎，还有点舒服。雷门好歹也是江湖大世家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小行货？哎，那个叫笨货，续上笨货。我乐意喊行货。哎，笨货，那个真念笨。我就念行货。笨货，行货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呢？善哉，善哉。原来吴昕是天外天大宗主叶鼎之的儿子，天外天压在北离的质子。正是。12年前，魔教发动战乱，是为了颠覆北离皇权。当年的护国大将军琅琊王带领北离三军、天启四守卫联合整个江湖的力量，这才打退了魔教。叶鼎之死时，吴昕只有5岁。如今12年锁山河之约期限已到，天外天也要将吴昕这个少主接回去。吴昕毕竟是魔教之子，身怀罗刹堂32秘籍，放虎归山，终是大患。大觉师父要在他返回天外天之前，除去他一身功夫，倒也合情合理。但愿他们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在下方才不是说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需要2位陪行。疗伤之事，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师，你武功这般神乎其技，去什么地方非要我2人不可？而且，你是雪月城要押往九龙门的人，我身后这位就是雪月城弟子。要我们同行，不怕我们抓你回去？在下斗胆问2位一个问题：方才在马车之上，说起来，也算是在下救了2位。现在只此一个小小的请求，都不能应允吗？唉，还真是令在下心寒。我陪你去。哦，我就猜到你会这么说。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我就帮你这一次。但当你了却心愿之后，我还是会把你抓回去的。好啊，到时我便等你来抓。只要你有这个能耐的话。既然2位决定与我同行，那我们便是同伴。所以。还是以姓名相称吧。不知2位姓名？我叫雷无节。萧瑟。都是好名字。你到底要去什么地方，非要让我2人同行？以你的神通，有什么地方是你去不了的？问得好。因为我没钱。出门在外没钱，那可是寸步难行。哎，那你可真是找对人了。我告诉你啊，那一车人里，就属他最有钱了。这一身囚衣，光是这袖子就是100两。闭嘴！我要是不给呢？难不成你还要抢？唉，有那人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昨晚实在是太过于混乱，我们的人在追击的途中。还和几部探子发生了冲突，结果故意露出破绽，引我们上钩，顺藤摸瓜地找到我们的营寨，然后出其不意地制造大混乱，自己逃跑，借我们的手帮他清理掉身后的尾巴。这个吴昕真是好算计。现在，除非剑仙出手，再想找到他，可就难了。公子，要不要请？这种小事不要惊动义父。而且，
我已经猜到他要去哪里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你还说我们没走错，这分明就是一家北离的客栈。我们这是绕了回头路。路可能走错了，但方向肯定没错。我们一路往西，又怎么会迷路呢？这是师父。什么人来杀你？听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踏入了逍遥天境，看来是真的。就这样死了，真是可惜。萧瑟，这地方太破，根本就没法住人啊！眼见就要天黑了，不如我们今晚就打扫一下，在这里歇歇吧。啊？你刚刚不是跟我说这客栈出现了突兀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让我们赶紧上路吗？我改主意了。萧瑟，你说呢？
我没意见。就知道你没睡。白天那个记号是江湖白晓生的吧？你是他的弟子？算是吧。怪不得你知道这么多江湖的事。我叫老和尚倒是跟我说过，白晓生的确有个姓萧的弟子。管好你自己的事。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，肖老板，记得天亮之前要回来哟。真记仇啊！师父。你要去雪月城？是。你可知道，你要是入了雪月城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我听说，你是为了500两银子。师父不愧是人称白晓生，这都查得到。只是为了500两银子？毕竟事关银子的事都是大事。哦，是500两银子，这可不是个小数目。雪月城还得起？他们还不起，不过我相信，他们会很乐意帮我去讨这笔银子。他们的确会很乐意，不光是他们，任何一个江湖大势力都很乐意帮你去讨这500两银子。只不过，能拿到这笔银子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我知道，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，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呢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不是吗？剑仙出手都没能取我性命。你不用试探了。那日废了你的武功，又将我重伤的人是谁？我已经知道了。可是怒剑仙严战天，难道是孤剑仙骆青阳？你别猜了，有些事情决定了放下，就别再想拾起来了。不就是500两银子吗？和性命相比，孰轻孰重？你自己掂量吧。看来师父是真的不看好我了。那师父觉得，这500两银子谁能拿到？白王萧崇，赤王萧雨。我看好的人是永安王萧楚河，而不是雪落山庄的萧瑟。在师父眼中，武功就这么重要？你知道我说的并不是武功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。我怎么了？唉，好胜人，耻闻过，逞辩己，炫聪明。
立威严，自强壁，此六者，君上之必也。师傅，该您落子了。传给你了。我的武功尽废了，还要这无极棍有什么用？讨账的路不好走，你留着当拐棍用吧。多谢师傅。师傅，弟子还有一事不明，请师傅指教。说吧。弟子要去鱼师，路该怎么走？你迷路了？是啊。师傅，这不好笑。我还以为你是故意带着那两个小子来这里找死。找死？这里向西30里有一座城。什么城？木梁城。我没听错吧？没想到啊，居然误打误撞的来到了这里。萧瑟，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？我应该有什么反应？这天下4城，北天启，南雪月，东无双，西木梁，这个都是与雪月城齐名的江湖名城啊！我一定要去见识一下。一座没人住的鬼城，有什么好见识的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江湖上谁人不知，木梁城中住着一个人，而就是因为这一个人，让木梁城成为了江湖4大名城之一。这个是5大剑仙之一，孤剑仙洛青阳。孤剑仙洛青阳。啊！好了，这些江湖传闻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？相传孤剑仙洛青阳独坐木梁城中练剑，10几年从未出过城一步，号称要将他的9颗剑诀修炼至大成，方肯出世。哼，这点倒是跟雷门的雷轰挺像的。雷轰、洛青阳，再算上那个望城山上从出生开始就没下过山一步的赵玉珍，这3个人也算是江湖3大宅了。不是你，不过像这种江湖传言也多有不实。雷轰和赵玉珍好歹还有雷门和望城山供养，可这木梁城内就只有洛青阳一人。10几年来，他吃什么喝什么，真当剑仙是神仙啊，不是人间烟火。你说的好像也是啊。传闻或许有夸大的地方，但是洛青阳剑仙的名头，可是实打实的。不少人认为，洛青阳的武功，可当5大剑仙之首。刘姐，刘姐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，就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地儿了，要不就顺路去看看，看看。大陈师傅，咱们还有多久到九龙门？快到了，上！莲，很甜的哟。你怎么不吃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师兄，我们。
果然聪慧，不愧是江南霹雳堂雷家的弟子。不过恕我愚钝，你这套拳法到底高明在哪儿啊？哼，傻子，他唬你呢。什么大自在无敌伏魔神通，分明就是大罗汉拳。少。 我刚刚领你打了3遍，你可学会了？哎，记住了。好，再打1遍给我看看。学得不错。这还不错。接下来，轮到你了。 那你可找错人了，我可不会武功，逃跑的轻功还可以，拳法我半点都不会。不过那个水上漂的功夫看起来不错，我可以选吗？你心思太重，飞天踏浪神通也是学不会的，学了也只会半路掉下来。飞天踏浪神通，罗刹堂武功的名字都起得这么随意？不是。 有些武功秘籍上的名字被人抹去了，我就瞎取的。那你可找错人了，要传授武功，你传那个小夯货。我没有找错人，我要教你的这门武功，不需要什么基础，需要一点时间。我今日教了你，你怕是很久之后才能学会。 我要教你的是心魔眼。掌门，雪月城的客人到了。拜见大觉前辈。二位不必多礼，一位是百里城主的弟子。 一位是司空城主的爱女，二位果然是气度不凡呐！前辈谬赞了，此行唐莲没能完成任务，有愧于前辈的厚望。不必自责。我刚刚收到消息，吴昕身在于师，我正准备启程前往捉拿。不知道唐少侠，此行愿不愿意一同前往？之前未能完成师尊交予的任务，这一次。 唐莲愿同大师一同前往。掌门，有雪月城的来信，拿来我看。信是写给唐莲的。真是稀客啊！整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大尊主，不去酿你的酒，跑来我这里干什么？少调侃我啦！这盘棋是长风留下的。唐莲到九龙门了？到了，可是却是空手到的。失手了？是，因为有个老朋友出现了。白发仙。 虽然唐莲的功夫已大有精进，是这辈年轻人中的翘楚，
又有千洛那丫头相助，但面对这样的高手，怕是犹未可及。小丫头这回可是差点捅破天了，前2日寻不着她，长风都快急疯了。所以吴昕已经被天外天带走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就好了，吴昕跑了，我猜他应该是赶去鱼师了。他父亲曾经的至交好友王仁孙在那里，那也是他师父忘忧禅师的故土。哦，对了，顺手还带走了2名唐莲的同伴。雪月城的弟子？不是，唐联系上说有一个是雷门弟子，这一趟本应该来雪月城拜师的。雷门弟子，好像还是雷轰的弟子。另一个则更有意思，是一个客栈的老板。因为那雷门弟子欠了他一笔钱，所以一路跟着。唐莲说，这个人心机颇深，对江湖隐秘极是了解。客栈老板，他自称叫萧瑟。还有别的什么消息吗？宫里也有人坐不住了。5大剑里的第2高手掌香剑锦仙公公，数日前就已经悄悄离开天启城，奔哪里去了？沈敬周也去了。看来宫里的那位还不信任我们。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，无双剑侠出事，是一个叫无双的小子，他也和白发仙交了手，毫发无伤，现在也向于师赶了过去。至于另外几大门派的人马，却都被人挡了回来。挡了回来？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不过这还真是帮了天外天的大忙。若不是这样，仅凭白发仙一个人，怕是连吴昕的面都见不上。这次本该我们亲自去的。唐莲就算是这一代雪月城弟子中最出众的，但凭他一人，也敌不过那么多高手。总要给年轻人一些历练的机会嘛。历练？你还真是放心啊。哎呀，偌大一个江湖，怕一个17岁的孩子。是一个17岁就修得罗刹堂所有秘术，差一步就入了逍遥天境，并且身为天外天现任首座的孩子，他们能不怕？12年前。你这下的什么棋？这雪月城里，你练你的剑，我酿我的酒，这棋还是留给长风去下吧。看了这么久还没看完，信上到底写了什么呀？只有4个字。是哪4个字？平心而动。这不简单，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呗。无禅师傅，这平心而动，在佛家可有解释？佛曰：随心、随性、随缘。这不和我说的一样吗？无禅师傅，在你眼里，吴昕他是个怎么样的人？在下很小的时候，就随大觉掌门离开了寒水寺，之后
就很少同无心师弟见面，了解不深。但是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，令我印象深刻。这就是金刚伏魔神通。无心师弟，只是何为神魔？此事应当由谁来评判呢？我不知道，师傅他们说什么是魔，那我就除什么魔。经书上说，除魔是杀尽烦恼之魔，当除的不是外魔，而是心中之魔。若不是听你亲言，我一定不会相信，这是一个5岁幼童所说的话。我自小出生在唐门，门规森严。12岁前，在内房6门修炼心法毒术；16岁时，练成了外房32门的所有暗器手法；17岁时来到雪月城，拜师尊为师，至今已有6年。这23年间，仿佛所有的事情都是既定好的，我只需要完成即可。这平心而动，我不太明白。有什么好琢磨的？师兄，你就慢慢想吧。本姑娘啊，先去睡觉了。巫山师傅，明天就要到鱼师了，若见到令师弟，你会怎么做？平心而动。堂兄慢想，在下先回去睡觉了。平心而动也好，随心随性随缘也罢，遇见之时，心中那刹那间的反应，便是你的心了。我觉得吴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更何况在马车上，他也算是救过我们。你呀，就是想太多了。这么瞻前顾后的，哪有个少年郎的样子？想不通就先别想了。明日我就要回三顾城去了。你路上要小心哦。你的家是一个很自在的地方，乃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哪儿也不去。弟子就想回寒水寺。唉，真是个傻孩子。唉，只有那些人认为你会成为颠覆着天下的火种。求师父，求师父指点无心的路。其实我们并非师徒。只是有缘，相互陪伴着走过一段路程罢了。如今，我陪你的路已经走完了，前面的路只能靠你自己继续往前走了。师父。师父！
勿忘本心，切莫回头。这伞能遮住天上的雨，却遮不住你心里的雨呀。来，我们索性把心灵洗一洗，总会雨过天晴，云淡风轻的。无心，谨遵师父法旨。听声音，好像是在做超度的法事。那是什么？那是漏尽通，邪魔就在前面的荒山之上，加快速度，撤！原来无心是在给忘忧大师做超度。我听师父说过，他的故乡就是鱼师。难道无心的目的，竟然只是为了让忘忧大师落叶归根？落叶归根。无心师弟不是魔，师父也没有助魔，凭心而动。我终于明白我自己的心意了。驾！走吧。现在就别装出那副白衣胜雪的样子了。我们都看到了。唉，本想成为那玩世不恭，却又孤傲于世的超脱之人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一个老和尚，我竟然都舍不得。失策呀，失策！但是老和尚说了，前面的路还是得自己走。忘忧大师佛法奥妙，但有一我相信，我一定能坚持走下去。您放心吧，师父。就是他们了。就是他们。要不我来破阵？你一个雪月城弟子要与名门正派正面为敌，这不还没过门吗？要是大师兄来了，我立马就跑。那可是本相阵啊！九龙门的阵派神通，难破得很。嗨，破不破得了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
下是谁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色。滚！不知阁下为何拦路？这里只有一个要回家的人，拦路的是你们才对吧？好疾风！啊？什么？什么疾？哎呀，什么疾不疾风？听不懂。阁下是雷门的弟子。什么雷门啊？啊！我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我乃雪落山庄副庄主，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萧无节是也。可阁下刚才还说自己叫萧无色，怎么转瞬之间就改名字了？我那只是一时说错了。那阁下到底叫什么？你没听清吗？雪落山庄副庄主萧无心。要不你还是把他拉回来吧。不，还是让他被打死算了。也行。阁下，要不要再想一想？哎呀！江南霹雳堂雷家雷无节前来拜会九龙门本相镇，请指教。入阵！你觉得这小子能破几个人？大概一个都破不了。这么没形象？这可是我雪落山庄的副庄主。本相者结阵之时，7人便如1人，1人便如7人。雷，萧无色此时尚能不落下风，只是因为本相阵只结了形，还未结义。看来对手并没有把这个萧无色放在眼里。阵成了，无心，别在这碍事了。吁！师兄，到了吗？就是这儿了，再往前5里就到鱼师了。想必九龙门的大师已经到了。师兄，这无心真有这么重要吗？这一路狂奔，昼夜不停，可把我累坏了。你好意思说？我们到三顾城多久你才到？要不是你，我们早到鱼师了。哈，没有我，你们到了也打不过呀。你，你说的没错。师兄，这无心先生除了有点罗刹堂的秘籍，还有什么特别的来头？有点秘籍，那可是32本秘籍，32本。那我们抢这个无心的目的是？第一，这罗刹藤的武功自然是物归原主。至于这无心，必须归我们无双城。这一次，绝对不能让雪月城抢了去。当年，雪月城未立之前，咱们无双城可谓是真正的天下无双。虽然嘴上不愿承认，但是无双，你是咱们无双城100年以来最有天赋的人。咱们无双城要想重新拿回这天下第一，就只能靠你了。所以这一次，师兄希望你能全力以赴。
你还有什么想问的？我就想问，既然这无心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在出发前不说，偏要在快到了才告诉我呀？这些话我早就跟你说过了。啊？无双城百年基业，真的要靠这个白痴吗？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。无心，大觉掌门，许久不见了。都说是许久不见，为什么不睁开眼睛看看我呢？九龙门虽不以武技见长，但有从西域佛域传来的本相阵，据说此阵一列，即便是天下一流的高手，也难以突围而出。你们7人形如一人，不知心是否也是一心呢？这些人都是被心魔给困住了吧？看来这九龙门的人也不怎么样嘛。无心用的并不是武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不过这阵还没破。大觉掌门，你若再不睁眼，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。无心，你又何必再逼在下？大觉掌门，你话也忒多了。你若不开阵眼，你以为你的师弟们还能撑得过一炷香的时间吗？心若明镜，诸邪不侵。想不到大觉掌门的心法也精进如此。无心，你可还记得你我第一次相见是何时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吴心刚入寒水寺4个月，大觉掌门从九龙门而来，与我师父论道7日后，带走了师兄无产。那你可知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心想为何？九龙门沿袭5戒：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无心猜想，大觉师父见到吴心的第一面，便是想破了这第1戒。没错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就是想杀了你。枪仙这个仙字可真不是白叫的。无双剑侠13剑，果然只有修炼到仙仙才能完全操控。萧总，这把剑是……天下10大名剑第2，大鱼朱雀。大鱼朱雀。哇！
名朱雀，司空长风。大名朱雀，司空长风。还我了。御剑、御枪，道理总是一样的。我只不过用我的内力强行操控了无双剑匣。若要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还要靠你自己。多谢强仙指教。走吧。走，师兄。三师尊，唐莲，你这次辛苦了。阿爹，乾隆，你这次可真是太……阿爹啊！你能不能先下来说话？我们仰着头说话好累的。哦。阿爹，阿爹，别生气了嘛，我错了，下次再也不会这样。还有下次啊？你知不知道，爹为了找你，把整个雪月城都翻过来了。哎呀，阿爹，我错了嘛。哎呀，我错了嘛。三师尊啊，千洛这次确实胡闹了，一定得严加惩处。师兄，我一路上帮了你多少忙，居然这么说。啊，是啊，千洛也是好心的嘛。啊，你还有脸说？这一路上净拖我后腿，哪里有帮忙？拖后腿？千洛，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总给大师兄添麻烦呢？要不是我，他早就在美人庄内翻船了。我听说了，你好像帮他破了一个什么叫什么孤虚之阵，对吧？就算你不插手，一个小小的孤虚之阵还难不住我。小莲这话说的也没错，以小莲的武功，在咱们雪月城也是年轻一代之中的翘楚了。我看你啊，是气我坏了你跟那个天女蕊的二人世界了。你，好了，消消气儿啊。天女蕊是谁呀？就是这。哦，想不到天下闻名的枪仙，私底下是这个样子的啊！你知不知道？确实没想到，这个真是太帅了。我看他们三个聊一宿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。以后你可不能再这么玩了。那个，知道了。枪仙前辈，在下江南霹雳堂雷家堡雷无杰，正要去雪月城拜师呢。小伙子，看上去也是一表人才了。啊！别在这丢人了。他说我长得精神呢。在下无禅，这位是我的师弟吴昕。让你们受苦了。本来我早就该到的，只是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旧相识，拉了拉家常，所以耽误了时间。自费一身功力，也非常人所能做到，难怪忘忧这么看重你。你也是来带我走的？不，雪月城特来此地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我想回寒水寺。雪月城特来此地，恭送叶安氏回宗。白发仙，白发仙，我刚刚说的那位旧相识，就是他。莫叔叔。哼，一见我就跑不说，还下那么重的手。你还认我这个叔叔啊？莫叔叔武功这么高，我哪能伤得到你啊？人，我就带走了。雪月城不会后悔。还是那句话，雪月城不怕魔教，
不怕天外天，更何况一个区区少年。走吧。等等，小子，你想怎样？你要带他走，可问过他同不同意？他本就是天外天的少宗主，不回天外天，难道回那寒水寺吗？那他若是真想回这寒水寺呢？小子，你找死！当真以为我怕了那躲在雷家堡的雷轰，不敢杀你？不信，你真的要走？我12年的契约已满。你本该就走的，为何还犹豫？锁山河之约为期12年，那期间他是质子。如今12年期限已过，天地偌大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说的没错，无心，你一句话，大不了我们再打一架。你就要拜师雪月城，又如何能与枪仙动手？师门是师门，公道是公道，兄弟是兄弟。萧瑟，你说是不是？他说的没错。少宗主，莫叔叔，莫叔叔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少宗主。天外天等待少宗主回宗，已经整整12年了。如今的域外16派4分5裂，唯有天外天从未有一人裂。我们都等待着少宗主回宗，重掌大局。莫叔叔，我明白了，我们走吧。恭送天外天宗主叶安世回宗。枪仙就不要再逼我了，无心知道。其实，老和尚都已经死了，回不回那座寒水寺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不过老和尚说的对，我的家是那方外之境，天外之天。你可以回寒水寺，但不是现在。师兄，我走了。师弟，不管你是不是天外天的宗主，寒水寺永远都是你的家。教你的拳，要记得打。那道拳看似普通，千百万遍打下来，水滴石穿，聚沙成塔。至于我教你的，我希望你永远都用不到它。我早就忘了。忘了就好。
无心，你若不想走，我给你想办法。我知道你有办法，但人生在世，说是无情，又有谁能真的无情呢？此情不可避免，我去了却一些旧缘。了了之后呢？再之后，重回江湖，与你们结伴而行。剩下那口棺材怎么办？就地埋了吧。我欲乘风向北行，雪落轩辕大入席。我欲借船向东游，绰约仙子迎风流。我欲踏云千万里，庙堂龙吟奈我何？昆仑之巅暮日光，沧海绝境见青山。长风万里雁归来，不见天涯人不回。哎呀，熬了半宿，终于等来一招好棋。嗯？嘿呀，你这一夜纵横四杀，不留余地呀！姑呢，不得不提起万分的精力，让自己输得不要太难堪呐！哈哈，这熬了半宿的人，应该是姑才对吧？天臣不敢。很久没与国师对弈了，但观国师这棋路，却较之前浑然不同了。圣上明鉴。天臣最近确实有些感悟。将来，世间万般诸法，千变万化，唯阴阳平衡不破。这阴阳，既在方圆天地之中，也在这黑白经纬之间。是冲是挡，是追是放，奇招万千亦不过，输赢两种结局，对弈之人也不过得失两种心态。国师何时学会含沙射影了？天臣不敢。哎，话都说开了，那就继续说下去。质子之事，国师以为孤得了什么，又失了什么？天臣斗胆，圣上失了一枚质子，得到了国之安定，人心之道义。看来国师也觉得此事现在这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天臣是这么认为。哼哼，还有一事。一事？不，一人。孤听说，他也出现在此事之中了。这又是什么武功啊？无坚不摧，万毒不侵，金刚不坏，至刚无敌。这便是九龙门10大绝学之一，将伏魔神通练到极致所成就的金刚之体。这便是老和尚说的金刚之体。
大绝虽修为不凡，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，你可拖他一拖，不可正面相抗。恐怕行不通。本相趁最后一阵，本相归一。此时7人的内力全在大绝一人身上，如果要耗，只怕先耗死的会是我吧？那你想怎么办？他要做那大罗金刚，我便要打他的金刚破裂，金刚不坏，打得你元神俱灭。师兄，还带着这个棺材干什么？这转轮棺可以去除吴昕身上的魔气。吴昕终归是魔教宗主。什么魔教啊？不过是世人以讹传讹罢了。这位师傅什么时候坐上去的？我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。好高明的身法！这位师傅，刚刚山上可是您在主持法事？是啊，受人所托，来超度一位老朋友。可是忘忧大师，你们可是大觉那小子找来的？是。整天说别人是魔，喊打喊杀的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人家也是有正经名字的宗门，虽然天外天这名字也不怎么样，荤腥味儿太重。可天外天终归是我中原武林大敌。12年前的事情，你知道多少？中原武林的大敌，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吧？师尊很少提及12年前的事情，偶尔说过几次，也是夸叶鼎之天赋之强，是他生平仅见。言语之中倒是有一些。我阿爹也是这样说的，他好像对魔教教主叶鼎之十分的推崇。我当时还觉得奇怪呢，魔教不是我们的敌人吗？哎，要是百里东军和司空长风跟那帮家伙一样一般的气量，这雪月城也不会有今天的气象。不知当年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哎，这些都是上一辈人的江湖恩怨。你们这些娃娃，追问这些个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有啥用？可是，哎，这是我们这帮亲历者的选择。后悔也好，不干也罢，这都是我们的江湖。而你们这辈少年人，也应该有自己的江湖。哎，早早被这些陈年旧事束缚着，哪还有少年人的样子？少年人就应该平心而动，是不是啊，前辈？平心而动，这是师尊给我的传书。可是到现在了，我都不知道究竟如何才是自己心中所想。唉，糊涂的娃娃呀！你之所以跟大觉到这里来，是因为所谓江湖正邪不两立的江湖大义。可对，那你们在山脚下又犹豫了，为何？那便是你心中所想。心中所想。
是我师父为何离世？就是尔等虚伪之人，现在无言自辩，无所替身，无法继续活下去。不信！若不是为了袒护你这邪魔，忘忧怎么会有如此下场？今日我便收了你这魔种！无常，你也要袒护这邪魔吗？师弟他不是魔，给我滚开！师父说我天生魔心，这辈子注定没有佛缘，便让我入罗刹堂修习秘术，参悟万物心法。尔等口口声声想要诛魔，可何为魔？岂由你来定夺？心法奥妙，岂是尔等邪魔可问？心法奥妙，这话放眼天下，我师父说得，你却说不得。牙尖嘴利，拿命来！魔教的余孽也要出手吗？大觉师父，不要误会，这是我个人行为，并不代表雪月城的立场。我觉得吴心并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徒，还望大觉前辈能够慈悲为怀，放过他吧。大觉师父，吴心师弟他真的不是魔。你们这些人正邪不分，我大觉为了铲除魔教的余孽，何罪之有？大觉师父。这魔教东征之时，吴心才5岁啊！当年的那些仇恨，跟他又有什么关系？小心点，大觉状态不对。你们这些魔教的余孽，全都该死！叶挺之，还我师尊的命来！九龙伏魔阵！我起！叶挺之，你给我死！当年我父亲率领天外天入侵中原，塑造杀孽甚重，父债子偿，也并不是没有道理。吴心，别做傻事。我燕然是身为天外天少宗主，却习得中原罗刹堂秘术，此事也必须得有个交代。大觉掌门，你引我走火入魔，今日我便与你一同了却这段因果吧。大觉的功力在消散。这是什么邪术，就能化掉敌人的功力？看清楚了。吴心的功力消散得更快。吴心，别等我了，
我也不知道这武功叫什么名字。封皮被毁去了，我便自己起了个名字，叫做悲天悯人。大觉师傅，大觉师傅。 大觉掌门，你这几十年的功力已被我尽数毁去，但你放心，你们罗刹堂的32秘术，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。无心。 干嘛非要化去自己的一身功力？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。不化去这一身功力，只怕他们拼了老命也不会让我走。你想说什么？悲天悯人，名字取得不错，一直都不错，好不好？ 大觉掌门，这架也打了，吴心的功夫也没了，咱们是不是该把这路给让开了呀？谢吴心师侄救命之恩。你们聊。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那自然是去雪月城啊。你确定这条路是对的？嘿，放心吧，唐师兄去执行别的任务了。临走前，我让他帮我画了份地图。看，就这个，这次肯定不会错的。但愿吧。 诸位，这下官风，上官花，苍山雪，洱海月，说的便是我们雪月城的4绝，风花雪月。师叔，诸位有所不知啊，这雪月城除了这4绝之外，还有1绝，人就不见了。这江湖人士想要拜入雪月城，首先要闯这登天阁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。 想当年，这混江湖的老乞丐徐维，一口气登上了登天阁10层啊！这下得阁来，好了碗酒，喝罢酒，提着他那破棍子，再次登上登天阁，又连登了5层啊！上来这个，师叔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事啊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不许你推了，再推我着，走吧你。 这么磨磨蹭蹭的，你还想闯阁吗？我这刚听到兴头上的。不就是老乞儿闯登天阁，连上15层，最后被枪仙引满城风雨化作一枪给打下来的事吗？又不是没听过。那倒是。不过啊，之前咱们在望城山上听到的，那叫传说。现在。 在这雪月城登天阁下听到的，这才叫故事吧？懂不懂啊你？装模作样，回去我就告诉师祖，跑来雪月城闯登天阁。萧瑟，我就要去闯登天阁了，你不给我点鼓励就算了，你还臭着一张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还好意思说呀？
这次来雪月城走错3次，多走了1个多月，就为了那500两，要不然连本带利，算你800两。啊！哎呀，我得去找登天阁了，祝我好运啊！登天阁，我来啦！小史叔，那个红衣少年看来也要闯阁，让你早上睡懒觉，被人抢先了不是？莫慌，说不定他一下子就被打下来了呢。小师叔，你不是晋德师祖真传会那望气之术吗？你看看这个年轻人能上几层？这位少年嘛，我估摸着他能闯到。江南霹雳堂，雷家、雷无节前来拜阁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打算怎么陪我？陪你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仙人揽六柱，对搏泰山鱼。据说这是一局残局，残局之上蕴藏着绝世武功，若是能够从中参透，胜过苦练20年啊！我刚刚看出些什么门道，你就进来了。说吧，打算怎么赔？不会又要赔500两银子吧？上当，给你打个折，300两就行啊。那能不能比试完之后再给啊？行。哎，痛快，那就得罪了。你要赌什么？啊？6博牌九，宣和马吊。问你要赌什么？快点选一个。这些我都不会啊。都不会？
你不会上这儿来干嘛呀？我只会一个，玩骰子，猜大小。唉，比大小就比大小吧，没意思。来吧。当真不能比我？不能。一局定胜负，猜吧。大。3-3-1，小的不能再小了，输了。我第一次玩，这一局不算。你敢不敢给我再来一局？好啊，那我再陪你玩一局。你只要能赢一局，算你赢。来，你等等，我先下阁去喝碗豆浆，一会儿我再上来跟你玩最后一局。行啊，去吧去吧。记得一块把银子带上来啊。好。这小子有点意思。你是最不占优势的一个。有些事嘛，总得去争一争。不试一下又怎么知道结果？若是争不到，你会死。小子，才13层就下来了，你比我想象中要弱呀。我还没输呢。那13层那家伙，他不跟我比武，他跟我比摇头子。你赌术比我高，教教我呗。教你可以，但是得加钱。多少？加300，一共800。行。你遇到的应该是雪月城尹落霞的弟子。尹落霞，苍兰江边一场断江的落霞仙子，江湖美人榜上常驻10年的神仙人物啊！你还听不听？听。尹落霞生性好赌，曾与枪仙司空长风连赌3场，均落败，后被迫加入雪月城担任长老。据说他入了雪月城之后，他只收了1个弟子，跟他一样嗜赌如命。跟我说说他怎么跟你赌的？我就准备先瞎猜呗。他就掀开一条缝，看了一眼就说我输了。那个宝盒下面有道暗格，他提前看一眼，若你猜中了，他只需轻轻一拨，骰子转动，怎么都是你输。原来如此，我走了。回来。啊！赌不过是一个小伎俩，闯登天阁不会如此儿戏。你若想赢，还得靠你最擅长的事情。我最擅长什么？走的。我明白了。让开！小师叔，那个红衣男子跑来跑去，看来真的只是休息一趟，还没有被打下来。这样下去，今天的风头都要被抢走了。莫着急，等他闯到第16层时，看我上去把他给赶下来，也省了我们一层一层往上闯的力气了。既然我们都是在等他下来，不如我先请2位喝杯茶。哦。紫薇望气，道眼寻龙，你可看出什么来了？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飞轩莫动，这位兄台并不会武功。望气术有3层境界，你貌似只练到第1层。兄台是说我看错了？你其实是一位高手。不，你没看错，我的确不会武功，只是想请2位喝杯茶罢了。只是喝茶？既然遇见了望城山弟子，自然也想算上一卦。别再隐瞒身份了。雪月城有个组织叫做蛛网，专司情报。自你我入了下关城那一刻开始，我们就已经被盯上。你好像什么都知道。我只是不知道自己的命，所以想算上一卦。这边请吧。哎，飞泉，你不总说自己虽习得那通天之术，却觅不到美玉良才吗？喏，这个就是了。
去给他算上一卦吧。每日两彩，算你的，吃不了亏。走吧。哎，你回来了，豆浆可还好喝？嗯。等我登到阁顶了，我再请你喝一碗便是。这么自信？我有个朋友说，这赌其实就是靠小伎俩。所以我还是赌的。买定离手。哼，要赢还得靠真功夫。离你的手！你撒手！撒手！撒手！再不撒手，我教你了！116，8点，是13点，大的不能再大了。哎，你可以啊，啊，你的武功比你的赌术要强啊。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夸奖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江南霹雳堂雷无节。我上来的时候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叫骆明轩。啊，我知道，落霞仙子的弟子嘛。我早就对落霞仙子仰慕已久了。仰慕已久？啊？怎么了？嗨，他这都30多了，说什么一掌断江，那断的又不是长江黄河。啊！你干嘛一脸崇拜的样子？我跟你讲，她其实就是一个老女人。明轩，来西照阁。那个，我先上去了，一会儿再见。真是个有趣的人。大哥，本小姐不出城拜访，却让人当上13级，真是一群废物。公子，可以开始了。且慢，又怎么了？上面登阁那位欠我800两银，那我也要为他登阁出上一份力。萧瑟，司空姑娘，好久不见。你们怎么才到啊？按理说1个月前你们就该到雪月城了。唉，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。修师叔，过13层了，要上14层了。哎，那个雷无节呢？莫非闯阁的是那小子？司空姑娘猜得不错。上次匆匆一别，还没来得及切磋一下，这次正好。你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你过去。你是想替那雷无节拦住我？
小师叔，你不是说那个人不会武功吗？这可不是什么武功，这是一门轻功，不需要内力就能施展。什么轻功？天下第一轻功，踏云。这层守阁的人呢？